好，我们今天来救一下这个法国存档。离上一次存档锐评可能过去有点久，大家把这个存档已经忘了，我们再来简单看一下。在存档描述中，这位玩家阐述了自己失误的3个点。其实这些问题啊，我看了之后觉得都还好，问题不是很大。主要问题就是他把部队啊全部放在了西班牙这一面，导致这个马奇诺这边没有放兵啊。所以我们现在想要防守这个一个兵都没有的马奇诺还是非常困难的。其次就是他开的是王牌满加强，所以我们打起来可能会稍微累一点。我花了一点时间仔细研究了一下这份存档，发现也没有我想的那么难。首先是这个西班牙，它有这个从内战中恢复的 buff， 是不太会主动加战争的，所以只要我们不宣它，这条防线我们可以看作没有啊。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就有大量的部队可以去抽调守一下巴黎了。因为我们是主场，所以我们部队是可以快速坐火车过去的，应该是来得及在敌军拿下巴黎之前到达。然后就是这个罗马尼亚问题，因为是非历史，所以 AI 的宣战都是比较随机性的。这个时间点，俄罗斯已经快正当化好了罗马尼亚，然后因为这个德国保读了罗马尼亚，所以待会儿俄罗斯是会对德国宣战的。我们倒是可以通过撤销保障来不管这个罗马尼亚。如果不撤销的话，我们待会儿可能会吃一个不进战争的惩罚，但是这个惩罚也不是太大。然后就是我们这次的大 boss 德国了。这个德国其实没有我想的那么厉害，因为它是打完内战之后变的。德国前期打内战消耗了相当多的装备啊，导致就算给他王牌满加强，到了这个时间点部队也不是特别多，所以我们总体来说压力不是特别大，只需要顶住第一波，等这个俄罗斯人进场啊，我们就可以翻盘了。听我这么一分析，大家对这个存档应该也了解的差不多了。当时这个存档投票，第一个法兰西公社的存档和最后一个分俄的存档投票数是差不多的。考虑到法兰西是大国，想看的人可能多一点，所以我们这边就先救法兰西了。这边我们再开一个征币法案，还是鱼币收集制啊，只要本期视频超过1万硬币，我们就再接着救一下分俄这个存档。为什么要这么多硬币？主要还是芬兰这个国家体量实在太小了，又没工厂又没人力，想要救下来还是非常折磨的。所以我这边也不太要求能收到硬币啊，这样的话我也能尽早去做一些其他的视频。好，废话说的差不多了，我们开启本局的游戏。之前我在测试这个存档的时候发现一件很怪的事啊，就是我们只要开战1个月不到，立刻就会对一些其他的国家宣战，还是自动的。后来我看了一下才发现，这个玩家给我留的坑还是挺多的。主要问题还是亚洲的这几个，我是不知道他怎么把这个抵抗弄到80%几的。我们只要再镇压一会儿，立刻就会爆出新国家来。目前我们打的还是防御战争，战争支持度是非常高的，但是这些国家爆出来的话，我们就变成侵略战争了。所以为了防患于未然啊，我们还是提前把这几家都给它放出来。要放的国家大概就这3个，这边还有大家最喜欢的红色柬埔寨啊。然后非洲这边我们也需要放几个国家，首先就是这个摩洛哥了，它的抵抗也非常高。虽然我们这边可以给它放成空气墙，但是我觉得意义也不大，还是先放成傀儡国吧。然后中非这边也得放一下，因为待会儿比利时会进德国阵营，肯定是要拿我们殖民地的。但是这些殖民地已经变成我们的核心地区了，所以还是最好阻挡它一下。毕竟这些地上生活的可都是我们老法国人啊，
没了这些人做人力的话，我们待会儿部队可能就不够用了，所以还是尽量保存一下。我觉得亚洲这一块为什么抵抗度这么高，可能也是这位玩家点了法兰西联邦的原因啊。公投失败的话就会加抵抗度，我一般是不点这个的，我觉得拿这么多人力意义也不大。这边我们就放一个刚果部，再放一个中非出来吧。一下子少了200万老法国人，我还是有点心疼的。考虑到我们现在是战时，放出傀儡的话，大概率也是会被宣的，所以这边还是以放空气墙为主啊，把这个钩给它去掉。虽然这位玩家开的是非历史国策，但是英国以及他的小弟们都保存的非常好啊，所以我们这局进同盟国还是能玩的很简单的。我们这边就不多浪费时间了，最快速度加一下阵营。这位玩家给我留的存档时机刚刚好啊，现在这个时间我们部队还是能快速赶回去的，不至于特别尴尬。这边有一个骑兵师，我们可以先让他往前走一点，稍微挡一下德军的兵锋。后面戴高乐这边的话，我觉得他用来防守意大利还是有点屈才了。这边专门把多余的装甲师给他挑出来啊，防意大利的话，只要每格放1个装甲师就够了。剩余的7个装甲师，我们再安排一个将，就由他来防守意大利，其余的装甲师全部抽出来跟我去巴黎。这边科西嘉岛上面还有一个装甲师，没必要，也是赶紧游回来。其余的部队待会儿看情况删掉一点。阿尔及尔这边也是的，这边先删掉一部分，大概留6个师，简单守一下港口，让部队的装备也能回来。从库存里面可以看到，这位玩家给我们留的装备还是非常多的。他之前说他生产线没安排好，其实我觉得还是挺好的，玩的还是挺不错的。而且他这个坦克设计的问题也不大，只是可靠性有一点点低了啊。我们给他先换成柴油引擎，再把设计商给他加上，那我们这个坦克就非常的耐造了。先换一下生产线，把剩余的这些资源给它补上。接下来就尽量不找俄罗斯买资源了，找英国买的话效率高一点。这边把这个骑兵师也加入戴高乐的麾下，然后把我们的元帅给他点一个凌厉的攻击者出来，这个是10%的突破，直接架在数据上的，还是很离谱。再来一个防守大师和魅力非凡，给我们防守增加一点实力。这边所有的装甲师直接统一移交给这个戴高乐来指挥啊，这个将我们也能省下来了。这个戴高乐还是非常猛的，毕竟他的属性摆在这儿，而且他这个装甲指挥官还差一点就练出来了。这样一来，一下子我们就有18个装甲师了，这个骑兵师也可以转一下。装甲师的话，我们根据手上的库存重新设计一下，可以看到它这个国际市场里面还有一些剩余的装备在卖啊，已经快交付给罗马尼亚了，我们先给它退回来。3800个 MAS36， 然后正在准备售出的装备也可以全退回来，不过这个战间期轻坦就算了吧，没什么用。根据我们现在的库存，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普通的步坦师给它变成高级装甲师啊，毕竟它这个中坦数量还是非常吓人的。先加一个中坦营，然后再多塞几个步兵，把组织度给它垫上去，然后我们再额外放一个炮营，这边可以再加一个摩托化侦察连，不过现在经验值有一点不够，那就先这样凑一个35宽，待会儿我们再给它加一点防空，毕竟防空炮还比较多。目前来说，我的心头大患主要还是德国的装甲师啊。这个版本虽然这个德国不是特别厉害，但是德国的装甲师我们前期没有反坦的话，还是会被小小的惊顿一下。不过只要我们部队够多啊，也能拖住。
准备的差不多了，我们就可以开始游戏了。这边火速把部队赶往前线，能难多少就难多少。这边先烧个地啊，减缓一下敌军的进军速度。只烧前2排，后面我觉得大概率能守住。烧多了我们也没政治点了，感觉这个时间点敌军应该还是没有反应过来的，我们部署成功的几率很大。前线的装甲师很快就已经脱离出来了，德国才召唤比利时，我们部队已经快到利摩日了。这边被意大利人小小的牵制了一下，问题不大。可以看到意大利这种垃圾的民兵师是很难撞得动我们装甲的，所以每隔放一个师就不用担心了。这边有一个海外回来的装甲师，待会儿接一下。比利时进站之后，我们24个步兵师就直接划线即可啊。这边给大家暂停一下，他们会自动分配，然后全部坐上火车。装甲师先到巴黎去，我们先到巴黎再分摊开来。这边海外装甲师回来了，也是先坐火车，然后加入戴高乐。18个装甲师完全够用了。骑兵师的话已经在前线准备迟滞了，可以进攻牵制一下，也可以原地防守。这些设计商就不用多管了，意义不大。先加一下同盟国的阵营，这样的话能有效牵制一下德国人。毕竟同盟国在德国右边还是有很大一块地的，如果德军的部队全部填满线的话，我们能少一半的压力啊。本来现在德国前线也没放多少兵，而且德国应该不太喜欢在盟友的土地上进攻，所以比利时这边我们可以少放点部队了。现在主要就是马奇诺丢了，有点伤。后面地荣这边是一个很重要的补给站，这边丢掉的话，我们后面都比较难守，所以还是在前线做好防守啊。这边河流众多，建立防守阵线的话应该不难。先分3个师到这边挖坑。现在比较麻烦的就是我们这个装甲师经验都不太多，所以临时转编制的话应该质量很差。巴黎前面有森林的，可以先去守一下，不过这个森林已经被抢下来了，那只能守河了。现在河这边一字排开吧，每格放一个装甲师。南斯这个补给站应该是掉了，但是我现在炸铁路的话会把后面的铁路一起炸了，所以还是不炸了。然后这边装甲师都就位了，后面的装甲师再过来填一下。这边6个师去巴黎上面守一下。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装甲质量非常高啊，完全可以反打一下这个比利时啊。这个也不是比利时，不过德国的部队这么少，应该不用担心。目前来看的话，我们这个工厂还有大部分在自己手上，坦克的话没必要造这么多，我们40个厂够了。分一点给火炮，步枪的话还是非常缺的，毕竟我们要拉大量的田线师出来，所以还是优先造步枪。这边的舰队的话好像都没有操作过，看样子这位玩家是把飞机全部卖光了。我们抢救回来的只有轰炸机，可以去炸一下铁路。部队还是以防御为主啊，现在进攻得不偿失，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拖到这个俄罗斯人对德国宣战，我们就可以翻盘了。看一下还有多少天啊？哦，不是对什么波兰宣战，对这个罗马尼亚宣战。先把保障撤销一下，然后间谍去拉一下间谍网，待会儿去接管一下英国的间谍，这样我们又能多几个位置。这边点个防御，
样一来的话，我们部队基本上已经就位了，一字排开，经典的一字长蛇阵啊。巴黎这边有8个装甲师，防守的话压力不是特别大。先把这个舰队开到港口这边来，对岸炮击一下，部队再往前走。感觉我们现在都可以反推了，这个德国人打不过我们啊！这德国居然这么弱吗？看来他这个内战打的确实有够久的。总共多少个师啊？总共估计也就100个师，问题不是很大。现在也没几个对手，英国人都有100多个师呢。那看样子我们已经翻盘了呀。那直接吹响反攻的号角吧，直接开杀吧！我们这个装甲师不吊打他。这边所有部队就位了之后，就不用再走动了，直接全部解除师任务吧。先画一个元帅线，看得清楚一点，然后全部解除一下。这边是队友的线，给它关掉。戴高乐上一个装甲作战专家，目前指挥点数还是非常多的。就是视频到这儿，估计大家也已经看累了，我们短暂休息个1分钟。作为熬夜党 UP， 我要经常面对电脑屏幕的辐射，这就很容易加剧脸上出油冒痘和皮肤暗沉粗糙的情况。这里就给大家推荐我最近一直在用的雪完美极地云杉洁面乳。作为油皮出油多，痘痘总是在脸上反反复复爆发，我现在已经用了1个月，最大感受就是它清洁控油的能力。专为油皮肤质科学配比出的3:1:1温和强清洁组合，添加专利氨基酸表活，同时做了敏感肌测试报告，在不伤皮肤的情况下，能深层清理毛孔里的油脂污垢，轻松揉搓出细密的泡沫，上脸洗起来贼舒服，能把我们油腻暗沉的皮肤瞬间变得干净清爽。除了搭配保湿专利成分，还添加专研极光黑云杉加百脉跟控油精粹组合，改善我们黑头、痘痘和大毛孔等问题，一瓶做到温和高效清洁加控油抗痘。雪完美作为诞生于90年代专注油皮护肤的品牌，现在置顶评论领大额优惠券，3瓶洁面乳到手只要99元，还送同款小样试用，是真的挺划算的。平时脸油冒痘的油皮同胞们真的可以试一试。上面这些召唤盟友的请求不要答应啊，因为这个英国是招我们去打西班牙的，这个点了的话我们就万劫不复了。现在最大优势就是这个西班牙他不主动进战，帮我们省了很多事情。刚开始我以为这个存档比较麻烦，也是因为西班牙的原因。接下来就是慢慢补装备就行了，看一下我们现在的后勤。枪还是挺多的，那我们再做几个装甲师出来吧。英国也给我们送枪了，我们现在运输船够啊，是可以要的。个别地区都顶住了，看样子德军也扛不住炸。这边的河流防线被突破了，不过我们还有一条河，主要就是地龙这个位置不能掉。掉之前我们也得给它炸了，不然的话这个补给有点扛不住了。现在这个装甲师到了一个缺补给的地方，就算王牌满加强，它也是会缺那么一点补给的。看一下它离补给站有多远啊？应该是这个梅斯的补给站吧，其实也很近，只是因为我刚刚把这边全给炸了，所以它这个补给站是运作不起来的，它用的还是后面的。目前看了一下波兰这边的情况，他们的部队全部集中在边境上打这个匈牙利，但是也吸引了大量的德军部队啊，我不是很敢拉他，我怕拉他进来之后会导致他直接被秒啊，还是等这个俄罗斯人宣战之后应该是会加同盟国的，再守个50天就可以拉人了。先这么简单的蹲一会儿吧，目前也是部队数量太少了，感觉还得再拉一些田线出来。6步够了，这位玩家总的来说玩的是没什么问题的，只是没有防住这个德国而已。
他后来在这个评论区也讲了，他自己也防住了，说明这个存档不是特别难。这里边装甲师过河之后还是不太能顶得住，毕竟这个德军的装甲师属性还是很吓人的。这版本可能对于新手玩家来说，防守还是有一点难的。我发现我这个装甲师蹲坑特别容易被德军的精盾装甲师给顶退啊。先从上方抽调一些装甲师下来帮忙防守吧，上面的压力不是特别大。他这个王牌难度最折磨的地方就是政治点太少了。我们现在想接管一个间谍主管都要等一会儿，而且他现在点的这个国策我忘了给他改了，这东西没用啊，空地合作有啥用啊？他可能是想把这个陆军改革点了，这样的话能移除一个 debuff， 看一下我们现在 debuff 在不在身上。他其实已经没有 debuff 了，因为他之前点过革命热情了，这个摧毁反革命就没有 debuff 了。我就说他这个防御力怎么这么高，原来是他已经把这些能加的 buff 都加满了呀，怪不得这么猛呢。正常来说法国部队没这么顶的。这边把这个国策先给他取消掉了，然后接管到间谍之后，我们再开一个别的。看一下这边应该是可以开发一下本土啊，拿到间谍之后我们就多了3个间谍位了，待会儿去策划一下德国的合作政府应该不难。这边部队已经退无可退了，已经退到地荣了，感觉我们正面防守应该是没什么压力了，已经全线绿色气泡了，上面这个一会儿也会绿。德军就是有一点点空军优势而已，但是我们有跨河的话还是很好守的。我们现在就一直在这边蹲到俄罗斯人进战争就行了，待会儿英国拉上俄罗斯的话应该就随便打了。总的来说德军的装甲师也就这样了，虽然他能把我们部队强行顶退啊，但我们也可以给他夺回去。这边把我工厂给踩了，不过问题不大，毕竟他也是独木难支啊。立刻反攻，我们装甲师质量也很高的。我们一直蹲到了5月中旬，这边日本对美国宣战了，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一个苏联决议捍卫势力范围的事件啊。这个俄罗斯和苏联又有什么关系呢？他这个还差4天，看一下他会进哪边。俄罗斯一旦加入同盟国的话，那游戏就结束了呀，都不用我来指挥了，就看着俄罗斯推就行了。这边波兰居然还是一个年统啊，捷克和波兰都是一个国王，直接拉波兰进战争好了，那游戏直接结束啊。目前这个局势来看的话，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最快速度消灭中欧同盟了。这边直接准备启动啊，先把这个比利时给它消灭掉。
虽然我在法国境内已经打得非常激进了，但是好像这个队友不够给力啊。可能 AI 一旦加入玩家阵营就会变蠢。这个捷克已经投降了，波兰也差不多了，可能接下来就是看这个俄罗斯表演了。他这个前线也没放多少兵，怎么感觉这个存档大家兵都不多呢？刚开始我没注意到意大利的兵在哪，后来我看了一下才知道，原来意大利的部队都跑到美洲去了。这边也有他的这个小弟，我还以为美国已经把我登陆了，还好只是给了美国军通啊，但是我不记得我给过呀，可能是之前给的吗？得取消一下，不让美国在境内乱走。接下来河南这边也不太好打，他这个部队都蹲住了。德国满加强的话，我们现在进攻也推不动，可以先停下来憋一会儿装备了，不然到时候德国收拾完波兰回来收拾我的时候就有点扛不住了。这个不愿意的原因我没看懂啊，难道是因为现在和匈牙利接壤了不肯进吗？早知道早一点拉了。他到现在打一个罗马尼亚都费力，拉进来其实作用也不大。这 AI 都在乱加阵营啊，我们这边休整了一波，补给补的差不多了，再来进攻一下阿姆斯特丹。拿下这个城的话，我们就能完全面对德国了。怎么又捍卫势力范围了？成功拿下之后，河南应该是要投降了，这边再进攻一下，看看能不能夺下海牙。这个存档打到这儿也进入了憋憋乐环节啊，毕竟我们这个科技装备都得追一会儿才能平推德国。这个时间点理论上是可以先捏一下软柿子的，先把意大利打投降的话可能会轻松许多。这边学说再点一下。就先这样吧，改善一下战术位置，再下点装甲师出来。想了一下，算了，德国又把装甲师拉过来了，在这边和他装甲师拉扯还是挺麻烦的，我们还是先去解决一下意大利吧。可惜的是这个地中海已经进不来了，不然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去登陆罗马了。这边偷偷集结了一波装甲师啊，趁这个意大利不注意，我们偷袭一下。所有到前线的部队开一个参谋计划，迅速把计划值点满。主要方向还是沿海突破，最快速度拿下热那亚。这俄罗斯又对芬兰打起来了。Enfants de la patrie, le jour de gloire est arrivé. Contre nous de la tyrannie, l'étendard sanglant élevé, l'étendard sanglant élevé. Entendez-vous dans les campagnes mugir ces féroces soldats?Ils viennent jusque dans vos bras, égorger vos fils, vos compagnes. Aux armes, citoyens, formez vos bataillons, marchons, marchons, car sont impurs, abreuvent nos sillons.Amour sacré de la patrie, conduit, soutient nos braves vengeurs. Liberté, liberté chérie, combats avec tes
重新在这边攒一波计划，没有计划值我们根本推不动。看了一下意大利后续的部队应该是赶回来了，那事不宜迟啊，先把这边切断。Nous entrerons dans la carrière quand nos ennemis seront plus. Nous y trouverons leur poussière et la trace de leur vertu. Et la trace de la vertu. Bien moins jaloux de leur survivre que de partager leur cercueil. Nous aurons le sublime orgueil de les venger ou de les suivre. Aux armes, citoyens, formez vos bataillons, marchons, marchons, cassons impurs, abreuve nos sillons. Aux armes, citoyens, formez vos bataillons, marchons, marchons, cassons impurs, abreuve nos sillons. 感觉这个 AI 在耍赖啊，能这样玩的吗？这是什么操作啊？我现在主要问题是船不在地中海啊，我船在地中海，我可以登陆一下意大利的，这过不来就有点尴尬了。因为篇幅有限，我们这一集就先录到这儿吧。理论上，我们只要拿下这个意大利啊，它整个意大利联盟会全部投降啊，能瞬间吃一堆国家。接下来装甲直接两面夹击德国是随便推的。大家如果还想看的话，我再给大家做一下下一集。目前来看，我们的这个装备存量中坦还是比较缺，需要再造一段时间。意大利可能是因为有这个耐衰王，所以一直没有报内战。这样下去的话，我们实在不行就不管意大利了，直接全军调回去打德国吧，这边战线维持住就可以了。